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汇和目标有关系。什么是目标呢？目标就是你想完成的事情，或者你想学会的技能。比如对我来说，我的目标是在4月30号以前拍摄30个中文视频，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目标。你在学习中文，你的目标呢，是在4月30号这天学会180个中文词汇，这是你的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设定。我们一般说设定一个目标，设定是一个动作。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设定一个目标。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我的目标是在4月30号以前为大家拍摄30个短视频。我给我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如果你在学中文，你要给你自己设定一个学习中文的目标。如果你在健身，那么你要给你自己设定一个健身的目标。所以设定一个什么什么目标，也就是确定了我要做这件事情，设定一个什么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表达是适合自己的目标。目标有很多，对吗？有的目标很高，有的目标不太高。最重要的是设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目标。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目标呢？就像你的衣服，一定要适合你，不能太大了，太小了，要适合你。目标也一样，不能太高了，或者太简单了，一定要适合你自己。有的人设定的目标太高了，所以当他去做的时候，当他去完成的时候，他会觉得太难了，我做不到，太难了，我做不到。对我来说，什么样的目标是适合我自己的呢？其实我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目标和方法，最后我找到了一个适合我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这个目标应该是我每天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每天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比如，我可以每天听15分钟的法语广播，而且每天都听同一个视频。那么这是我可以完成的目标，这是适合我自己的目标。所以当你每天都做一件事情，每天完成一件事情，一小步一小步的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是一直做，不能只做3天，做1个星期，我不做了，我累了，一定要坚持下去。是不是你坚持做了，就立刻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今天我学中文，明天我就能看到进步呢？当然不是的，可能要等15天，等30天，要等6个月，要等1年，你才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但对我来说，我每天都在听同一个法语视频，每天都听同一个法语视频，每天15分钟，我坚持了15天，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我知道这个目标是适合我的，这个学习计划是适合我的。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今天的词汇。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目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学习中文的目标，学习法语的目标，健身的目标，学习英语的目标。那当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我确定了要做这件事情，设定一个目标。设定这个目标要怎么样呢？
要像衣服一样，要像鞋子一样，适合你自己，适合你自己。所以要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目标，设定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目标。如果不适合呢，可能会觉得太难了，我办不到，太难了。第四个，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目标，那么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不要想着去跑，想去跳，我们一步一步来，也就是慢慢做的意思。第五个，我们要做的是坚持，坚持下去，要一直做下去，看看你可不可以坚持15天，你可不可以坚持30天，坚持下去。最后一个词是进步，进步。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呢？你不能立刻马上看到自己的进步，你要等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不要忘了下载视频下方的中文 ebook， 我们已经帮你总结出了今天用到的关键词汇、核心句型，把今天学到的全部变成你自己的。第一个表达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浪费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利用，比如你可以说浪费时间、浪费钱、浪费电、浪费水、浪费什么。我发现我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在 Facebook、WeChat、YouTube 视频上。Facebook 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视频，可是一打开呢就停不下来。一开始我只是看了一个视频，可是不知不觉我就看了10个、15个，看了1个小时的视频，结果没有时间去做那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浪费了很多时间。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下一个，管理自己的时间。当我发现我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那么我开始决定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是一个动作，你可以说管理一个公司 manage a company， 管理一个团队 manage a team， 管理一个学校 manage a school。 这里我们说的是管理自己的时间。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是怎么管理我自己的时间的。上节课你还记得吗？我们聊了目标，我有一个学习法语的目标。如果我想完成我的目标，那么每天就必须完成法语学习的练习。所以我发现这些练习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完成的。必须就是一定要做完，不做完不可以，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前我会把法语学习放在我走路的时候，我做饭的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或者我有时间的时候。问题来了，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噪音，或者我生病了，不舒服，或者我工作很忙，我根本没有时间学习法语，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把每天要完成的事情分成3类。第一种，必须完成的事情，学习法语是我每天必须完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应该放在早上，第一件事情。我一起床就去学法语，我的法语学习时间并不长，只有15分钟。所以每天一起床，穿上衣服，刷了牙，我就去学法语。为什么要在早上第一件事情呢？因为8点半我要送孩子上学，9点钟我有中文课，7点半孩子们会起床。这个时候啊，是我最忙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法语。
所以我决定把必须完成的事情放在早上第一件事。如果你有学习中文的目标，你也可以试一试，把你学习中文的练习放在早上第一件事。或者你有健身的目标，把健身的练习放在早上第一件事情。这样你就没有借口了， No excuse， 没有借口了。第二类事情是那些紧急的，特别紧急的，但是不太重要的，不是特别重要。比如我每天都要送孩子上学，这件事情是很紧急的，必须按时完成。所以送孩子上学是一件对我来说我必须按时完成的事情，到时间就要去上学，不能等。还有一些事情呢，是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我9点半有一堂中文课，那么对重要的事情我会非常专注的去完成。这个时候我既不想我的法语学习，我不想了，我也不去想送孩子上学的那些事情，也不想了，我会专心把它完成。当我完成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不去看 Facebook， 也不看 WeChat， 也不看我的邮箱，我也不看我的 mailbox， 这些我都不看，因为那些不紧急也不重要。我会专注完成那些重要的事情。最后一个表达，我们说的是专注。专注的意思就是 focus。我要专注什么？专注自己的目标。你也可以说要专注自己要完成的事情。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6个词汇。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梳理一遍。今天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跟时间有关系，对吗？我说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浪费。所以我想管理我自己的时间。我想管理我自己的时间。怎么管理呢？我把所有的事情分成3类。第一类，那些必须完成的事情。必须完成的事情，我把必须完成的事情放在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下一个是那些紧急的但是不重要的事情。紧急的但是不重要的事情，比如送孩子上学，我会按时送他们上学，不要拖拉，不要迟到。第5件事情是那些非常重要的，每天都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的中文课。这个时候我看 Facebook 吗？我不看 Facebook， 也不看 WeChat， 也不看 YouTube， 当然了，也不看我的邮箱 mailbox。 最后一件事情是专注 focus， 专注我自己的目标，专注我要完成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表达，在一家工厂打工。在一家工厂打工是什么意思？可能你会说，它的意思就是在一家工厂工作。对，打工确实有工作的意思。但是如果我和我的朋友聊天，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我就会认为他的工作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薪水是比较高的，而且有可能是在办公室工作。可如果我的朋友说我在一家工厂打工，一听到打工这个词，我就会认为他的工作很可能很辛苦，而且呢，他的薪水也不高，又或者他要经常的换工作。所以打工这个词我们可以理解成应该是一份比较辛苦的工作。那我有没有打过工呢？对，我曾经在一家工厂打工。可能你会说，老师，
难道你在工厂里面做工人吗？其实我没有在这家工厂做工人，我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我的职位当时我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助理 Assistant， 所以我当时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可是我为什么说我在一家工厂打工呢？因为这家工厂其实不在我的老家不在我的老家。它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东莞。东莞也被称为世界工厂 Factory to the World。 所以我曾经在东莞的一个工厂里打工。刚才我说了，打工的工作一般是薪水比较低，比较辛苦的。我的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辛苦，但是我为什么也说打工呢？如果你离开你的家乡，去一个很远的城市，真的是为了生存，为了找一份工作，不得不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我也可以说我去什么什么地方打工。也许正在看视频的你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又或者你刚刚大学毕业，找到了你的第一份工作。但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而且又喜欢的工作并不容易。我为什么会选择去一家工厂打工呢？我又为什么会去东莞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家外国企业。外国人。为什么我不说一个外国企业？像餐馆，像企业，我们都应该说一家企业，一家餐馆，最好用一家这个词。一家外国企业，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中国人经营的，而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是一家外国企业。它是一家美国企业，所以在办公室我们大家都要说英语。我的老板说英语，我的同事很多人也是美国人。我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在这家美国企业应用自己学到的英语。可是最后呢？最后我还是离开了公司。为什么呢？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并不适合这份工作。总经理助理的工作更多的是要帮老板，帮你的经理实现他想要做的事情。而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听别人指令的人，我希望能够由自己来决定，由自己来计划。所以我发现我并不适合这份工作。当我们形容一份工作的时候，还可以描述工作环境。你工作的环境怎么样呢？我当时的工作环境还不错，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所以工作环境还不错。可是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很差。当时的工人都需要住在工厂里，他们在工厂里吃饭，在工厂里工作，而且在工厂里休息，他们也住在工厂里。但是工人的宿舍通常是8人间，也就是8个人一个宿舍，而且没有空调。东莞的夏天非常的热，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差。有时候我们还会聊到薪水。薪水就是表示一个人的工资，你工作的时候，企业付给你的钱就称为工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工资很高，一个人的工资很低，也可以说一个人的薪水很高，一个人的薪水很低。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环境很差，薪水很低，而且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辞职。口语我们也会说不干了，也就是不干这份工作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然后去找新的工作。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第一个表达是，我曾经在一家工厂打工。我曾经在东莞的工厂打工。我为什么说打工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工作不是特别好，而且离我家很远很远。我在东莞的一家工厂打工。第二个，我的职位是什么？我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第三个，这是一家什么企业？这是一家外国企业，由外国人经营的企业，这是一家外国企业。我说了，工人的工作环境怎么样呢？工人的工作环境很差。第五个呢，他们的薪水怎么样？我们可以说薪水很低，也可以说薪水很高。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工资很低，或者工资很高。最后一个，这份工作环境不好，薪水很低，而且还不适合你，我们会选择辞职。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第一个词汇，创业。创其实有创造 create， 开创 begin start， 业呢事业 career， 所以创业其实就是开创自己的事业或者创造自己的事业，创业。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说我打算创业，他的意思是他打算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创业。也许你会觉得创业听上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自己当老板多好啊！但是其实在创业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第一个困难是怎么组建一支创业的团队。团队是什么意思呢？团队就是一个队伍，一群人，他们一起做事情，我们称为一个团队。如果一家公司非常小，这家公司只有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就是这家公司的团队。如果一个人想创业，通常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他需要很多人来帮他，那么他首先需要组建一支团队，创业的团队。创业的第二大困难是不稳定。什么叫不稳定？如果想理解不稳定，我们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稳定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说我的工作很稳定，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定的收入，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不可能明天突然没有工作了，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所以我的工作很稳定，我的生活很稳定。如果一个人说他的工作不稳定，不稳定的意思是他要经常的换工作，或者他可能今天在工作，明天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的工作不稳定。创业，尤其是在创业初期，也就是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人们的收入通常不稳定，也就是公司挣钱的时候就有工资，如果公司不挣钱了，那么就没有工资。我们可以说收入不稳定，收入 income。 创业还有什么难题呢？创业有风险。有风险是什么意思？有风险的意思是有可能失败，我们就可以说有风险。比如我要做一个手术，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有风险。手术有风险的意思是这个手术有可能失败，有风险。那么创业有没有风险呢？当然有风险，有很多人创业都没有成功，都是以失败而结束的。所以我们才经常听到有人说创业有风险。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创业的下一个困难。下一个困难是投资成本很高。我来一个词一个词的为大家解释。投资英语通常翻译成动词 invest 或者名词 investment。这里的投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想开一家公司，我必须先有一部分钱投入到这个公司里，比如我要租一个办公室，这些都是需要钱的。你投入一部分钱在创业这件事情上，这个行为就可以说投资。成本是什么意思呢？成本，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意思是指你在一个城市生活，你要吃饭，你要坐车，你要买衣服，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花的钱就叫做生活成本。创业也是需要成本的，投资成本，我要投入的这个钱，这个成本很高。终于克服了所有的问题，公司已经创建成功。接下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挑战是有能力经营。能力是表示 capability， 能力，有能力做什么呢？有能力经营。经营一家公司的意思，也就是管理一家公司。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今天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创业。创业的第一大难题是你需要一支团队，对，你需要组建一支团队。第三个困难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创业的时候收入不稳定。第四个词是创业这件事情有风险，也就是有失败的可能性。第五个，投资的成本很高，他们甚至没有钱开始创业。第六个，终于创建了一家公司，但是还需要有能力经营这家公司。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词汇。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社会阶层。社会你已经知道了 society， 阶层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这个三角形想象成我们的社会，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由高到低的排列，从而形成了大致的三类人，也就是三层，每一层都是一个社会阶层。比如大多数人是在哪一层呢？大多数人是中产阶层，当然这里指的是比较富裕的国家。通常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人越多，说明这个国家越富裕，生活得越好。法国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那么中产阶层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我看来，中产阶层的人一般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而且爸爸妈妈两个人都有工作，他们家可能还有一辆汽车或者两辆。这样的人在法国一般是中产阶层。让我们再来看看富裕阶层。富裕阶层的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富裕阶层的人一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有能力消费奢侈品。通常这些人是创业的成功人士，他们拥有自己的公司，也拥有自己的资产。还有一类人被称为社会底层，这些人很可能没有住房，没有汽车，甚至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真的很讨厌聊社会阶层这个话题。说实话，我也不喜欢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可是，如果我们都没有恰当的词汇来去描述这种社会问题的话，又怎么能够解决它呢？我相信，在很多国家都会讨论到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贫富差异。贫就是贫穷，富就是富有。贫富差异的意思是指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在有的国家，贫富差异巨大。贫富差异巨大的意思是指穷人特别穷，而且穷人越来越多。富裕的人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我们就可以说贫富差异越来越大。聊完这个话题后，瞬间觉得自己压力山大，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难道是我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吗？在我周围其实有很多人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有的人很努力的学习，想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有的人呢，通过创业白手起家。白手起家的意思就是从零做起，慢慢的累积自己的财富。也有的人发现自己在某方面有特长、有天赋，那么他们决定通过发展自己的天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改变命运。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聊的关于社会这个话题，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今天学习的词汇。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大多数人都在中产阶层，因为他们在中间这一层，中产阶层。少数人，也就是社会阶层的顶部，他们是富裕阶层。富裕阶层。还有一些人呢，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难，我们称为社会底层。社会底层，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贫富差异变得越来越大的问题。作为个人，我们能怎么改变呢？我周围的人是通过什么办法来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呢？有的人去创业，也有的人努力学习，还有的人通过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特长来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存在文化差异。我们家其实是一个多文化家庭，我们家有越南文化、中国文化，还有法国文化。我先生其实是越南和法国的混血，也就是说他的家人既有越南裔也有法国裔，而我来自中国，所以在我们家共享着3种文化。这么多文化的一个家庭，难免会遇到文化差异。比如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还有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视角也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理解文化差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理解了文化差异，我才能和我的家人好好的相处，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们，也能让他们更好的理解我，以及理解我的文化。在我们家庭讨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你对什么什么有偏见。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表达，对什么什么有偏见。什么叫有偏见呢？你对什么什么有偏见的意思，就表示你对某件事情的态度和看法并不全面，你只看到了一部分，你就说什么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或者什么什么东西是好的，也就是你看到的不完整、不全面，我们就可以说你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有偏见。上节课我们学了社交媒体 media，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网络电视媒体。我们一般人都是通过网络电视媒体来认识世界的。中国人有句老话说眼见为实。眼见为实的意思是指眼睛看到的一定不会是假的，一定是真的，
实，真实的东西，眼见为实。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发现眼见不一定为实，因为你看到的网络电视媒体很可能只是剪辑过的一个视频，故事是可以剪辑出来的。所以网络电视媒体上的新闻、消息还有各种视频，我们只能作为参考，却不能作为判断真实的唯一标准。下一个，不全面或者很片面。当我们看一个新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新闻把另外一个国家描述成有多么多么糟糕，多么多么可怕，多么多么邪恶的时候，其实要想一想，这样的新闻全面吗？还是很片面，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部分，而不能看到完整的事实。最后一个，被什么什么误导，被什么什么误导。如果我被某个人误导，是表示某个人说了一件事情，让我误以为什么事情是真的，我被他误导，我被某个人误导。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人们被社交媒体、被网络媒体所误导。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今天学习过的表达。第一个，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我其实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我的朋友有印尼人，也有印度人也有英国人、法国人。所以我真诚地想说，只有当我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的时候，我才发现每一个文化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所以去认识不同的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同时能够让我们更理解人是怎么回事的一个经验，一个宝贵经验。第二个表达，对什么什么有偏见。当我们不说别人的语言，当我们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甚至从来没有和他们交往过，通过看电视、看视频、看新闻、看报纸，很容易对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国家有偏见。第三个，大家都是怎么了解世界的呢？每天我们都被网络电视媒体围绕着，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闻，那么这些媒体方式就是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第四，眼见为实。眼见可不一定为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第五个，不全面，太片面。当我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不是完整的事实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片面的态度，或者不全面的观点。最后一个，我们其实是非常容易被电视和网络媒体误导的。所以下一次如果我想对某个文化发表态度和意见，我一定要想一想，我说他们的语言吗？我去那里生活过吗？我真的和那里的人交过朋友吗？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们，我又怎么能够有全面的认识呢？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词汇，成长经历。我们学过经历，工作经历，你在哪里工作过，你的工作经历。而成长经历的意思是指你是怎么长大的，你在成长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有的人的成长经历非常的顺利，就是没遇到什么大的困难，非常顺利。有的人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很坎坷。很坎坷的意思是指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既然我们说到了成长经历，就不得不聊一聊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就是由爸爸妈妈或者和你一起生活的人所构成的环境。成长经历比较顺利的人，通常他们的家庭环境也比较好。
而成长经历很坎坷的人，他们的家庭环境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每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这个人，不仅仅有家庭环境，他是在哪个家庭长大的，还包括他的学习环境，他工作的环境，甚至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所产生的一种大的环境。我的朋友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所以和他们交朋友的过程中，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出生在哪个家庭是无法做选择的，我们来自哪个国家也是无法做选择的。所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时候也是无法选择的。非常令我钦佩的一类人士，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无论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最终他们都有能力克服困难。克服困难就是战胜困难、打败困难的意思。我非常钦佩的这些朋友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对世界很好奇。好奇是什么意思呢？好奇就是想知道、想认识。他们对世界很好奇，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家庭环境可能是他的局限，文化这个环境可能是他的局限。可是当他看到原来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原来还有别的方式来解决一个困难。这些人都渴望改变，渴望是非常非常想的意思。他们渴望改变，就是非常非常想改变。想改变什么？他们想改变自己，想变得更好，甚至也想改变他们周围的人。渴望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实现了自我。实现自我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知道实现目标，也就是你的目标达到了。而实现自我，也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实现自我。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今天的词汇。即便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化的人，他们的成长经历也不一样。成长经历不一样，很可能是他们的家庭环境不一样。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很好奇的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家庭环境的人，最终是如何克服困难的？他们是怎么战胜困难的？第四个，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是对世界很好奇，他们很想知道世界的外面有什么。第五个，他们渴望改变。当他们发现在另一个文化中有另一种思考的方式，在另一个国度中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一种答案。最后，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也无论你的家庭环境怎么样，你的成长经历怎么样，你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我想放弃的第一个理由是完美主义。谁有完美主义？我有完美主义。完美 perfect， 主义其实就是英语的 ism， 完美主义 perfectionism。 所以你学了社会后面加主义，社会主义 socialism， 完美主义。我认为我有完美主义。在拍视频的过程中，我总想做得更好，所以改过来改过去，改到最后，我干脆跟自己说，不要拍了，太麻烦了，反正也做不好，又为什么要去拍呢？我这样想对吗？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其实达到完美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做这件事情，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经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娴熟，最终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结果没有那么重要。第二个我想放弃的原因是，
我觉得我缺乏耐心。缺乏就是没有的意思。没有什么？我没有耐心，我缺乏耐心。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够立刻看到结果，但事实上，我们的每一次努力并无法立刻马上看到结果。有的朋友会说，我等1个星期呢？1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到进步吗？1个月以后呢？1个月以后好像看到了一点点进步。所以我发现学习这件事情，学习任何事情都是需要耐心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立刻马上看到结果，所以我得提醒我自己要有耐心。第3个想让我放弃的原因是我太容易分心了。比如一会儿去看看 Facebook， 一会儿看看手机短信，一会儿打个电话，或者一会儿去吃个东西，我根本没有办法专注。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分心，让自己能够专注是一件非常重要，但是又很困难的事情。第四个让我想要放弃的原因是，有时候我会没有动力。为什么没有动力呢？我们常常会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努力，可是为什么努力呢？为什么要做下去呢？做下去又能怎么样呢？你看，慢慢的就变成了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或者我为什么这么做，就会缺乏动力。其实动力这里你可以理解成 motivation， 有没有动力？我很有动力 I'm motivated 我没有动力 I'm not motivated 我没有这个 motivation I don't have the motivation 没有动力。虽然挑战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很容易失去动力。有动力的人肯定是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且每天都想着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有动力。第5个让我想要放弃的原因是，我以为我已经有了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30天中文词汇挑战吗？我只要坚持到第30天就可以了。可是我每天的目标呢？我每天的计划呢？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所以我总想等一会儿再做吧，现在先不要急。可是我等到最后发现自己居然没有时间完成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计划，我没有这一天的计划，也没有这一天的目标。除了要有长期目标 long-term goal， 我们还得需要短期目标 short-term goal， 每天的目标。最后一个我想放弃的理由是害怕出丑。出丑是什么意思呢？出丑就是感觉很尴尬，我害怕尴尬的感觉，我害怕被别人嘲笑，或者被别人说你做得不好，你犯错了。害怕出丑。但其实如果我能够想明白，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只和我自己有关系，我就不用再害怕出丑，因为这是我的人生，是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今天学习的词汇。第一个是完美主义，太想完美，反而没有办法开始做一件事情。第2，缺乏耐心，我们每一次的努力都没有办法立刻马上看到进步，看到结果，它需要时间的力量，它需要累积。第3，太容易分心，我们的手机 iPad 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都容易让我们分心，所以专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4，没有动力，如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很可能做着做着就没有了动力，就不想做了。
第五，除了要有长期目标 （long-term goal），我们还需要每天的目标和计划。第六，害怕出丑。如果成长是一个人的旅程，那么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希望自己不再害怕出丑。我相信刚刚进入职场的朋友们一定都听说过怎么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比如提前列计划，列出清单 to-do list， 我都尝试过。但是呢，每次计划的很好，可是却完成不了。为什么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我以为我只需要1个小时、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其实这一个工作可能就需要5个小时才能完成，所以我低估了我需要的工作时间。什么叫低估呢？低估就是我以为只需要这么多，但其实要那么多，我低估了我需要的工作时间。第二个常见的困难是，当我已经完成了工作，可是我自己却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工作的质量不够好，和我想象当中的一点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就想推翻了重来，重新再做一次。可是时间不允许了，我没有时间再做一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差，自己很不好，为什么做不好？所以又回到了第一个，我想放弃，我不想做了，开始列计划，可是没时间完成。我记得4年前，我经常会为这2个问题苦恼，非常痛苦。终于在有一天，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它都应该是有流程的，也就是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完成。通常我会把一个工作分成3步或者4步完成。太多的话，我可能记不住；太少的话，我就低估了我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起初我真的讨厌流程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流程就好像是在工厂的生产线，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完，好像没有什么创意，工作也没有什么新意，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事情。起初我非常讨厌，非常反感流程。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从你工作的地方下班回家这条路上，你需要想向左转向右转吗？你几乎从来不用想。你在路上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在往家走，你根本不需要思考就可以找到自己家。又或者，如果你很会做饭的话，你发现当你做饭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去看菜谱，第1步是什么，第2步是什么，第3步是什么。当你成为一个熟练的厨师，当你具备了某种能力的时候，你就不再去想流程这件事情，而变成了一种习惯。所以渐渐的，流程对我而言是做任何事情的第1步，基础阶段。我要先搭建出一个骨架，搭建出一个结构，然后慢慢的习惯这个结构。当你不需要再想第1步是什么，第2步是什么，你形成了一种做事情的习惯的时候，你才有精力去想怎么提高做这件事情的效率或者质量，让它变得更好。第2个在我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了解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什么叫敏感呢？那就是比较容易受别人影响。如果你高兴，我也高兴；如果你不高兴，你今天觉得我的课没什么意思，今天哪里做得不够好，其实我也会心里难受，我会想很久，我为什么没有做好。我发现了自己有这样一个弱点，
真的是我的弱点。所以我有意识的在提醒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完，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棒了。我要的是60分，我要的不是100分。既然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要完成它，而不是要完美，那么我就对自己不需要那么的苛刻。因为只有我给自己机会完成这件事情，我才能形成习惯。一旦我形成习惯了，不需要再费很大的力气想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有精力、有时间去提高它的质量。这是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关系，我没有办法颠倒顺序，先要完美，再去完成。我必须先完成它，才有可能让它变得更好。有可能内心的自己还是不能放过自己，还是会说你就是找借口，你不够好就不够好，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呢？如果你的脑海中也有这样的声音，请你听我说第3个建议。我的第3个办法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比如每个老师的授课方式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工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很有可能会质疑你的工作方式，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可以那样做啊，或者你为什么这么教呢？你可以那样教啊，你是不是太严格了？你是不是太放松了？你是不是太宽容了？你是不是太……总之，我们每个人在别人的眼里从来没有刚刚好，它根本就不存在。真的，我们每个人在别人眼里从来没有刚刚好这么完美。所以我只是去劝说自己不要去想，我只是去安慰自己，你不要想，不要想，想也没有用的。其实没有什么用。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办法就是问我自己为什么。比如在我的课堂上，我允许学生犯错，我允许学生调皮，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好说话的老师，我不敢训斥学生，或者我不敢管教学生，并不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允许学生这么做，允许学生犯错，是因为在我们的语言课上，我想解决的是，首先我想了解学生他内心真实的性格。什么时候你会向对方展示出自己真实的性格呢？那就是当你感觉你是安全的，你是允许去犯错的，你可以犯错。当你发现在这个环境中你可以犯错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当你感觉自己是安全的，你才觉得自己是被接纳的。你可以展示出自己真实的一面，有可能是你勇敢的一面，有可能是你脆弱的一面。我才能够理解学生为什么没有信心，或者是不是学习方面确实有一些学习障碍，又或者他的学习习惯方面是有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必须先要问题完全暴露出来。如果问题都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不管我怎么去修理这个学生，其实我修理的是我头脑当中想象的学生，而不是真实的他。所以当我理解了我为什么要去这样上课，为什么要接纳学生犯错的时候，那么我就知道我怎么做，对吗？我要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我也就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记得 Simon Sinek 曾经有一个 TED Talk，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分析了 Steve Jobs 的 Why, How and What， 为什么，怎么做，做什么。这真的对我来说非常有用。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还需要去争论吗？你不需要争论。你需要去解释吗？找借口吗？你不需要，因为你内心知道那是我的目标，我要这么做，我为什么做，
我需要经历哪些阶段？比如，先要完成，形成习惯，然后精进。